来说好不播的，后来都播了。我那几天我真的瑟瑟发抖，就很紧张。年夜饭就外卖，感觉自己像一个猴被大家看。就是你们卖腐卖的太严重，一群男生在上面这个样子合适吗？其实说实话，我那几天我真的瑟瑟发抖，我瑟瑟发抖，而且不停的上，就很紧张。包括像今天又在那个度一旦多了的话，它就会变成烧吗？是，就是觉得啊，会不会被人骂，会拉出来以前的事情去说。但我后来又会以前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些东西，什么 CP 啊什么之类的。我们以前真的单纯的就是大家谁玩得好就跟谁一块玩。像我以前的时候也做过很多类似把握不好尺度的一些舞台上的表演，可能只是想要让观众更加的喜欢，然后让更多人看到自己，可能用力过猛了。然后如今看到他们也是一样的问题，想着说提个醒吧，因为自己是这么走过来的，我现在都不能说我把握的刚刚好。当时我私下有跟他们说，互联网是有记忆的，你们要自己想清楚，真的想要在网上留存类似于这样的舞台吗？我觉得很多事情不说的话，它会让这个导向越来越不好。即使冒着这个风险，我依旧会去提这个醒。很可惜当初没有一个人给我提这个醒。做 idol 这一行，我觉得就是首先第一，你的实力要是 OK 的；第二，你要有魅力。然后我觉得这两点很重要。那第三，大家可能说颜值或什么之类的，有时候这种东西就说实话就挺玄学，是运气看命。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就实力特别特别的好，但他们就是很难出了，很替他们惋惜。但好在就是心态可能大家都转变了，我不一定要红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和音乐就好了，做我的梦想，这是我人生对自己的负责。我觉得我当时做的最好就是只专注于就是每次舞台的表演和内容。我觉得我做的不够好的那个度没有把握好吧。偶练时期我整个回看其实也觉得还好，我会一直复盘自己的舞台、音乐、影视、采访，就所有的就是出镜的一些所有的内容说过的话，我会觉得就是说自己下次会怎样处理会更好。我没有回家，回家了以后就是我会压力比较大吧，我因为感觉自己像一个猴被大家看，对，然后就轮流，然后每天，而且因为我起的也不是那么早，然后每天很早就会有人来我家拜年，然后就一批又一批的，然后我还躺着床上呢，我妈已经开门出来打招呼啊，真的是就很累，而且我也到了催婚的年纪，对，可能我的工作性质对于家里更多亲戚来说，他们是并不理解的，就一打视频电话就一定不可避免就会提这个话题。当然我的回答就是说，我说我可能不想啊，对，就目前来说，家人就更接受不了。爸妈马上在边上打圆场啊，他现在又以事业为重，等他事业有成以后再说。爸妈现在已经就是默认了这个现状了吧？他们觉得我只要健康、快乐就好了。他们的关心是特别能够理解的，但就是我会觉得有一些负担吧。比如说他说你喝口水呀，我说我先不喝了，然后过一会儿他又走过来，可能2分钟都不到。哎，你要不要喝点水？我给你接点。我说我不用，真不用。过一会儿又跑过来说1-2分钟，哎，你要不要喝点水？我说我不用，然后突然之间就接了一杯水放到那里，你喝点吧。我说我真说了我不用，可能就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，好不容易放假，很想放松一些，欢迎在家待着，然后去泡了个澡吧。年夜饭外卖，大年30我自己过的嘛，大年初1我自己过的，后来觉得太冷清了，然后正好我又要去趟庙里拜拜平安、求求健康那种，就是心安理得嘛。然后我就叫我爸妈过来，我们就轮番开车这个样子。后来这个年就大家一起在北京过去，不然我应该就是一个人自己过。当代年轻人的典范，摆烂。滑雪我会挺喜欢的吧，然后潜水是一直就是想学的，然后包括冲浪也想找机会去学一下，还有跳伞也想找机会去学一下，和开飞机。梦想很多，就要去做的事情很多。
它的理论考试我很早之前就考完了，正好就是这个机会就来了，既能够去做一些环保宣传的内容有意义的事情，我还可以把我的梦想去完成。我觉得潜水是我人生目前经历当中，我觉得是我一个非常新奇的一个体验，完全是另一个世界。我觉得安全的范围之内，然后我觉得大家就是说可以去看一看海底的世界。对。